這是自然界最恐怖的交配方式。一旦雄性暗康鱼找到雌性，就會毫不猶豫地撲上去，用自己細小卻鋒利的尖牙死死咬住雌魚的身體，哪怕雌魚掙扎扭動也絕不會鬆口。咬住之後，雄魚的唇部會分泌一種詭異的溶解酶，這種酶會一點點腐蝕消融，它和雌魚的皮膚就像融化的蠟燭一樣，讓兩者的身體慢慢粘連生長在一起，再也無法分開。幾天後，它們的血管會徹底連通，形成共享養分的循環系統。雄魚從此徹底躺平，再也不用自己覓食，甚至不用自己呼吸，全靠雌魚體內的營養投餵，活成了雌魚身上一個甩不掉的掛件。但這還遠遠沒有結束，真正的自毀模式才剛剛開始。血管連通後，雄魚的身體會開啟不可逆的退化模式，大腦慢慢萎縮，失去所有意識，心臟逐漸停止跳動，消化系統、腎臟、眼睛等所有與獨立生存相關的器官都會像被慢慢吸收的養分一樣，一點點變小、乾瘪，最終徹底消失。直到最後，雄魚全身97%的器官都會消失，只剩下一對球根狀的睾丸，唯一的作用就是在雌魚需要的時候，源源不斷地給雌魚提供精子，活成了一個純粹的移動精子制造機。更離譜的是，一條雌性暗康魚的身上可能同時掛着好幾條雄魚，最多能達到8條，相當於自帶一個移動精子庫。這些雄魚各自焊死在雌魚身上，各自依靠雌魚供给養分。一旦雌魚準備排卵，體內的激素一召喚，所有雄魚就會同時釋放精子，確保卵子能順利受精。畢竟深海裡交配機會極其稀少，多備幾個精子儲備才能最大限度保證後代延續。可能有人會好奇，為什麼雄暗康魚要採用這種自殺式交配？這就要從它們的體型差異和生存環境說起。安康魚雌雄的差距大到離譜，雌性的體長能長到30到40厘米，頭頂掛着會發光的小燈籠，一口尖牙能輕鬆咬碎小魚，是妥妥的深海捕食大佬。而雄性的體長只有2到6厘米，體重連雌性的1%都不到。它們既沒有發光的燈籠，牙齒軟的也咬不動肉，甚至連自己找飯吃都費勁，一輩子就一個終極任務，找到雌魚完成交配。在暗無天日的深海裡，雄魚找對象的難度堪比在沙漠裡找一滴水。2條暗康魚相遇的概率甚至比中500萬彩票還要低。據統計，99%的雄性暗康魚都沒能在體內初始能量耗光前找到配偶，最後活活餓死在深海裡，堪稱史上最慘的單身魚。還有一個讓人疑惑的點，要知道人類器官移植都要反复配型，稍微不對就會出現排斥反應，而雄魚掛在雌魚身上，相當於一體器官移植。為什麼雌魚的免疫系統不會發生排斥，能完美的規避這個問題？2020年，科學家在 Science 上就揭開了這個謎題。能焊死在雌魚身上的雄暗康魚，體內缺少一種關鍵基因編碼 MHC 的基因，這種基因就相當於免疫系統的身份證識別器，負責區分自己人和外人。雄魚沒了這個基因，就相當於沒了身份標識，雌魚的免疫系統根本認不出它是外人，自然就不會排斥它了。不過要說明的是，並不是所有暗康魚都這麼極端，在已知的近170種暗康魚裡，只有深海的角暗康科才會搞這種終身寄生式交配，還有一些其他種類的雄魚，交配完就溜，繼續尋找下一個雌魚，主打一個不承諾、不負責。而深海暗康魚這種恐怖又奇葩的交配方式，本質上是深海環境逼出來的生存小聰明。深海裡又黑又冷，食物匱乏，找對象更是難如登天。常規的交配方式根本無法保證物種延續，而這種自殺式寄生既解決了找對象難的問題，又能最大化提高繁殖成功率，可謂是一舉兩得。